小孩子正在长身子，别拘谨，爱吃什么就加什么，菜管够。太好吃了，这个小鱼酥到骨子里了，比娘之前炸的还要香，我能吃掉大半盘。宋奶奶，这红烧鱼火候拿捏的太好了，鱼肉鲜嫩不柴，汤汁拌饭绝了。宋奶奶做的这个酥鱼，外酥里嫩，调味又刚刚好，真好吃。宋奶奶手艺真好。哇，这个肉更好吃，有豆子的香味，还有干菜的味道，配米饭我能再多吃一碗，好吃到舌头都想一起咽下去。宋奶奶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宋嬷嬷随手做的家常菜，滋味居然远超酒楼大厨。这么说，我还得感激那波土匪，间接把身怀绝顶厨艺又会读书算术的宋嬷嬷送到了我身边。忙活一中午受累了，孩子们年纪小，不能沾酒，咱们两个慢慢浅酌2杯。也好，歇一歇，慢慢唠唠嗑。这道豆豉干菜青菜回锅肉是从前在大户府里学来的地道家常做法，不放过多杂料，全靠陈年的干腌菜提香，五花肉煸出油脂，油脂浸润干菜，再配新鲜青菜解腻，是咱们老辈传下来的地道吃法。城里酒楼为了省事，很少搭配干菜，吃着就少了一层厚重香味儿。难怪吃着和别处不一样，味道厚重又清爽，一点不油腻。原来还有这般讲究。我之前也试着做过回锅肉，只放青椒蒜苗，总觉得味道单薄，少了点底子。做回锅肉，选肉、焯水、煸油全是关键点。肉不能煮得太烂，也不能加生。煸的时候火候要稳，油脂逼出来一部分，肉才会卷成窝状。今天可算学到窍门了，往后我有空也照着这个法子试试。对了，婶子，当初你被困在匪窝做饭，日日面对一群粗满土匪，日子定然熬得辛苦，可不是嘛？那群土匪粗野蛮横，挑食又挑剔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。做饭既要合他们胃口，还要处处提防被苛待，天天悬着一颗心，半点不能放松。多亏你上山除掉匪寇，救我出来，才有现在安稳落脚的日子。都是缘分，遇上了自然不能坐视不管。如今在咱们小院，不用看人脸色，想吃什么便做什么，清闲自在。宋奶奶，以后您有空还要再做这个菜，实在太好吃了。饭菜鲜香适口，我们从来没吃过这么合胃口的家常菜。宋奶奶手艺独一份，镇上酒楼花大钱都吃不到这个味道。锅里还温着米饭和剩菜，谁没吃饱，随时再添。日子安稳，邻里和睦，饭菜可口，孩子懂事。如今这般光景，便是前世末世里想都不敢想的幸福。吃饱歇够了，下午带你们进山转转，好好练一练配合打猎。耶，上山打猎了！我今天一定好好警戒，帮大家找猎物。师傅，我准备好了，我会好好瞄准。上山脚步放稳，安全放在第一位，能打到猎物最好，打不到也没关系，好好历练本事就行，早点平安回来。知道了，宋奶奶，你就放心吧。嘘，有动静。嘘，有动静。别出声，站稳别动。3个孩子越来越默契了。往前跑了！哈哈，师傅，抓到了，是一只肥野兔。太好了！今天做得非常好，大牛主攻沉稳，弓箭瞄准越来越准，遇事不慌，越来越有猎手的样子。大鸭细心稳重，警觉到位，能及时提醒队友。二鸭也进步很大，不再毛躁，知道配合大家堵截猎物。你们3个现在本事练出来了，配合也越来越默契，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。从明天开始，咱们定个新规矩。往后你们上山打猎，不管打到什么猎物，所有收获全部归你们3个人自己所有。你们自己打的猎，自己商量分配，赚的银子全都由你们自己做主。这些猎物换来的钱，我1分都不要，全部归你们3个支配。好好历练，好好攒自己的积蓄。真的吗，娘？猎物卖的钱全都给我们？谢谢娘。多谢师傅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打猎，好好存钱，不辜负您的心意。走，下山。不过1个多月时间，大鸭、二鸭从胆小怯懦变得能干独立，着实让人欣慰。还有大牛也变化许多，越来越沉稳了。回来啦！今日瞧着收成极好，背篓都压得沉甸甸的。宋奶奶，您又在给我们做新鞋子呀？是啊，你们几个孩子日日上山打猎，晨起练武，来回奔波赶路。山里山路碎石多，草茬硬，最费鞋子。大鸭、二鸭年纪小，脚底娇嫩，平日里在家清闲无事，便想着多做几双千层底布鞋给你们换着穿。我先紧着大鸭、二鸭你们姐妹俩做，女孩子脚嫩，最是受不得委屈。等你们姐妹俩的布鞋加厚鞋垫全部做好，收拾妥当，我再慢慢给大牛裁剪布料，纳制鞋底，一双一双细细做。
真叫扎实，穿的才长久。辛苦宋奶奶时时惦记我们，费心了。多谢宋奶奶费心照料。自打落户此处，从前日日奔波劳碌，开荒打猎挣钱养家，事事亲力亲为，从不敢有半分松懈。如今徒弟女儿渐渐长大懂事，也该慢慢放手。大牛，今日由你赶车，把控车速，照看路况，稳稳赶路。大丫、二丫，今日对接仙位楼，对账收钱，全都由你们三人自己商量处置。我在车上等着。师傅放心，我一定稳稳赶车，绝不出半点差错。娘，我们知晓分寸，一定仔细对账，不乱说话。我乖乖守着山货，不乱跑，不吵闹，配合姐姐和大宁哥做事。走吧。师傅，我们到地方了。去吧，好好去卖货。几位小客人今日独自过来送货呀？麻烦小哥通报一声翠菊姐姐，我们送新鲜山货过来了。好嘞。大丫，今日你娘没来，倒是难得见你们三个自己过来交货。翠菊姐姐，我娘在车上歇息等候，车上都是我们昨日进山亲手捕猎的新鲜野味，品相新鲜完好，品质姐姐尽管放心查验。好，那我随你们去验货。翠菊姐姐，昨日我们三人分开狩猎，数量分得清清楚楚，合计10只野兔，5只山鸡，另有1筐新鲜野菌野菜，全部完好无损。羽兔20文一只，野鸡30文，精品畜菜30文，一共380文。你们几个孩子懂事能干，第一次自己来卖货就这么稳妥，这20文是额外嘉奖，拿着吧。大牛哥、二丫，你们数数看。我要存起来孝敬师傅，剩下的全部放在家中贴补家用。要好好存钱去镇上银铺给娘打一只素雅好看的银簪。我往后要认真学打猎，多攒钱，和姐姐一起给娘买好看的首饰。多谢彩菊姐姐一直以来的照顾。你们几个孩子懂事能干，稳重靠谱，值得优待。下次再有好山货，尽管送来。娘，我们全部卖完了，账目1分都没错，全都算清楚了。全程顺利，没有出一点差错。你们今天做得极好，没有辜负平日的历练与教导。回来啦！今早独自进城卖货，可还顺利吗？超级顺利，我们自己报数量报账一点错都没出。是啊，宋奶奶，翠菊姐姐很照顾我们，价钱给的公道，所有猎物全都卖干净了。大牛，你今天也辛苦了，你捕的猎物换了多少铜钱呀？回宋奶奶，我今天打的猎物一共卖了100多文。真是好孩子，太能干了！你们3个今天干得极好，真是越来越出息了。师傅，我先回家一趟。去吧。大牛，你回来了。爹，我回来了。你准备去哪儿了？我去地里除草，不清理耽误庄稼长势，提前除干净，等到秋收就不会掺杂草梗了。爹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爹，我今早跟着师傅进山打猎，打到的猎物送去镇上鲜味楼卖了，总共挣了100多文。从前我俩在码头卖苦力，一天才挣35文，可现在儿子只是跟着师傅打几只野物就挣了100多文，我儿子真是有出息了。我心里盘算好了，我打算留出一部分钱存着，攒多了给师傅买好酒，剩下的钱我交到家里贴补我们自家家用。好，大牛，你师傅的恩情是天大的恩情，这份恩情一辈子都不能忘。爹，我记着呢，一刻都不敢忘。100多文，放在以前是我们家5、6天才能挣到的辛苦钱，如今儿子不过半日功夫就挣出往日数日的收入，我们家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。大牛，如今7月酷暑，山里蛇虫鼠蚁格外多，你每次进山一定要多加小心。你年纪最长，又是男子汉，往后进山要好好护着2个妹妹，万万不能让妹妹们出事。娘，我晓得的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护着妹妹，绝不会让她们受伤，也会多提防蛇虫。晚上给你做好吃的。今天运气真好。是啊。从前跟着爹在码头受苦，晌午只能啃冷硬粗粮窝头鲜干硬野菜，
如今一口香喷喷白米饭，带荤的热菜摆在眼前，心底满是庆幸。多亏了你跟着你师傅学本事，咱们家才能过上如今的好日子。有白米荤菜，换做以前想都不敢想。可不是吗？从前一碗稠粥都是奢望，现在猪肉也时常有，白米饭也可以吃，全是大牛争气，遇上贵人帮扶。都是师傅悉心栽培，往后我好好打猎挣钱，让家里的饭菜越来越好。一下午奔波，竹筐里又多了几只野兔山鸡。明早让3个孩子赶驴车送往镇上鲜味楼，找翠菊姐姐结算售卖。大丫二丫，快起来！大丫二丫，快起来！外头打雷了，怕是马上要下雨。来了来了，娘！姐姐快走，收衣裳。快，要下大雨了！姐，这风好大。这下了整整1下午的雨，山里土地肯定全都润透了，是不是可以进山掰笋子啦？是的，7月本就是竹笋疯长的时节，最怕旱，最喜雨。这一场大雨浇得土地松软肥沃，山里藏了一地的嫩笋，一夜之间全都拱出土了。而且山林潮湿阴凉，腐叶湿润，正是鸡粗菌最嫩的时候。等雨彻底停了，我们就可以进山，既能掰满满一筐嫩笋，又能捡新鲜的菌子。好耶！太好了，娘，我们明天就去。娘，我们之前说好的，下次进山掰笋一定要带上宋奶奶一起，不能把宋奶奶落下。好，都听你们的。明天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进山。娘，雨停了，我们可以出发了，对不对？别急，咱们先去喊上宋奶奶。春和，丫头们都来啦！雨后山里景致好，笋子菌子也多，咱们今天定能满载而归。师傅，宋奶奶，大丫、二丫，来得正好，咱们这就进山。快看，好多笋，好大一片啊！快看，好多笋，好大一片啊！真的好多，比上次我们来的时候还要多。大家分开采摘，千万小心脚下打滑。大牛去挖深处粗壮的大笋，南处里里的老根我来弄。大丫二丫就在近处挑嫩小的新笋，动作轻些，别伤了竹根。我们就地停下，把所有笋壳都剥干净，只留笋肉。娘，这只想喝姜娃水。走，我们再去那边看看。走，我们再去那边看看。好多天没过去了，说不定又长出新的小米椒了。春和侄女，你可真早啊！一大早就进山忙活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，你们一人背几十斤嫩笋，今天这收成也太丰厚了，真是太能干了，可不是吗？上次吃了你做的笋子炒肉，我们一直记到现在。亏了你教了做法，我们也想上山掰点笋，换换口味。赶上一场好雨，那边还有不少嫩笋，你们赶紧去吧。挑出10几20斤品相最佳的嫩笋，用来泡制酸笋，随吃随取，清脆爽口。再分给宋嬷嬷点，剩下的全部晾晒成笋干，冬天炖肉煲汤都鲜香十足。这一窝菌子可是不可多得的人间鲜味，前世这种山珍都彻底绝迹了。前世老家的后山，每到下雨季便会生出鸡枞，再配以辣椒嫩姜丝和回锅肉爆炒，那滋味真是怀念啊！好多鲜菌，看着就好吃，真是好福气，这般品相的鸡枞太难得了。
春和，赶紧小心挖出来。鸡宗最鲜的就是当下，耽搁不得。今日运气这般好，中午我来掌厨，一半配回锅肉，一半炖菌子鸡汤，再炒个鸡蛋菌，好好尝一尝这口正宗山鲜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吃一顿鸡宗宴。大牛，歇口气再弄吧，别累着了。没事儿，师傅，这点活不算啥，很快就收拾完了。咱们先把笋子分好类，打算腌酸笋的就挑最嫩，留着晒笋干的就选肉质厚实的，这样处理起来也方便。这些嫩笋腌上几日就能变得酸脆爽口，不管怎么做都是顶好的下饭菜。婶子，这5斤笋你收着，装进你那只小泡菜坛子里慢慢腌，平日里自己想吃了随手就能取。难为你还想着我，这笋看着就好，腌出来味道肯定差不了。焯水一定要煮透，不然青涩味去不干净，就糟蹋了这么好的笋肉了。这话在理，吃食的门道往往都藏在这些细枝末节里。以前在大户人家后厨，厨子处理山货也是这般讲究。这样晒上2、3天，等水分彻底收干，笋肉变得柔韧，就可以装坛封存了。等到冬天，把这些笋干拿出来炖肉炒菜，想想都香。娘，这么多够我们吃整个冬天啦！这么多够我们吃整个冬天啦！是啊，今天炖汤，咱们用野鸡肉。鸡是前些日子你进山打猎捕获的，我和新鲜鸡松菌搭配在一起，让它鲜上加鲜。婶子，你瞧，今天进山我还摘了点新鲜野辣子，你试着放几颗进锅里炒一炒，换换口味。这是啥物样？我还从没见过这种东西。这叫小米辣，是山野间自然生长的天然辣子，放心吧，能吃的。这香味儿倒是特别，这香味儿倒是特别。别急，慢慢吃，菜还有很多呢。自打拜了师，彻底告别了从前饥一顿饱一顿的青春苦日子，日日有活干，顿顿有好菜，这是以前做梦都不敢奢望的光景。大家都动筷子吧，别光看着了。太好吃啦！这个蘑菇炒肉是最好吃的菜，嫩嫩的，香香的，带点微微辣味儿，一点都不腻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身处这方无灾无难、水土干净的太平世间，山林产出的每一样山珍都带着最本真的天然鲜味，远比前世记忆里的味道纯粹动人。春和，这野山人肉质紧实，野味十足，配上刚采的新鲜鸡枞，双鲜交融，最是滋补丰润。你快尝尝。确实极鲜，野味趁着菌香，清甜醇厚，一点都不油腻。这山里的宝贝贵在天然干净，还有你寻来的这小米辣，真是万万没想到的好物。先前只觉得它腌酸菜绝佳，今日炒菜一试，竟是欲绝。大山里的宝贝多，只要勤快细心，处处都是去惊喜。还是你心细眼亮，懂这些山野门道。还是你心细眼亮，懂这些山野门道，总能带着我们尝新吃鲜。不过是日日住在山间，慢慢摸索出的小法子罢了。娘，我还要喝汤，菌子吸满肉汤，软乎乎的，太好吃了。锅里还有，尽管喝。同一种菌子，清炒是清甜，加辣椒爆炒是浓香，炖汤又是温润的鲜味，做法不同，味道全然不一样，太奇妙了。这就是农家过日子的细碎乐趣，不求山珍海味，只求食材新鲜，三餐温热，家人相伴，便是最大的福气。林兄，你我相较时有时远了，情同手足，我也就不跟你遮掩避讳了。实不相瞒，我这身子近些年一直有暗疾缠身，胃里亏虚，元气大损，处处力不从心。贤弟往日体魄强健，何来体虚暗疾？贤弟往日体魄强健，何来体虚暗疾？
莫非是常年公务操劳所致，并非公务之故？林兄应当还记得，5年前我因公赶路，途中马车颠簸中，我不慎从马车上狠狠摔落，当时只觉腰腿坠痛，内看着一摔看似无碍，便只简单服药本，损了肾气元阳，落下了难以治之的隐疾。自那之后，我身子一年比一年亏废。最要紧的是，自摔伤那年起，我与内分再无子嗣动静，至今家里仅有一女，家中长辈日日催忧，我自己更是也焦灼。身为男子，身有暗疾，后继无望，其中苦楚难堪，旁人根本无从知晓。贤弟可曾请名医诊治？边关虽地僻，却也并非全无良医。请过州府县内，甚至隔壁州府的都看遍了，无非是固本的老方子，吃了几年毫无起色。大夫们都说这是腰脊旧伤损及经脉，药力难以直达病灶。好在前段时日，我有幸偶遇一位隐士神医，他细细为我把脉断症，直言我是早年坠车伤了根本，元阳亏虚，寻常药材治标不治本，想要固本培元，修复暗伤，必要一味烈性山野药引入方，方能盘活亏虚气血，补足受损元气。不知神医所需何物？老鹿鹿茸。神医特意叮嘱，寻常嫩鹿、壮鹿皆无用，必要年岁久远、越老越好的深山野鹿，取其头顶凝结多年的纯正老鹿入药，药性刚烈浑厚，方能冲破陈年淤堵，补足我多年亏损。稍有嫩鹿加养鹿，药性欠薄，根本压不住我5年沉寂。林兄，前段时日你得了一头品相极佳的深山大熊，体协壮硕，野性十足，是寻常猎户10年难遇的老山货。林兄，你我多年之交，此事于我而言是救命续嗣，是我此生最大的难事与盼头，恳请林兄务必搭把手，此事大恩我毕生难忘。贤弟放心，你我交情匪浅，你的难事就是我的难事，这件事我定然全力帮你办妥。我即刻让人传话下去，重金托付那村中人，不惜代价进山搜寻年岁最久的深山老野鹿，务必取顶级老鹿茸为你入药调理。林兄大恩，余弟铭记于心，不论成与不成，这份情谊我领了。贤弟言重了，你我相交多年，不必如此见外。我先去信打探，若有回音再知会你。你且放宽心，好生将养，莫要过于焦灼。你们全都退下，出院候着，不许靠近，不许偷听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老爷，怎么了？可是出了什么要紧事？方才周县令秘密来访，托了我一桩天大的私密难事，不可对外人吐露只言片语。你也知晓，周县令素来为官端正，5年前他因公赶路，马车失控倾覆，暗伤了肾气元阳，落下陈年顽疾。这5年他内力亏发，元气难续，自此之后府中再无新生儿，仅有一女。他家中香火单薄，长辈日日忧心，汤药不断，始终无法固本复原。近日才得一位隐士神医诊治，终于寻得根治之法。什么法子？神医言明，他这陈年坠车暗疾，寻常巫补药材全然无用，必须取用深山极老野鹿的鹿茸入药。鹿龄越久，鹿茸药性越烈，才能冲破陈年淤堵，补足亏损元气。若是普通壮鹿、嫩鹿、家养鹿，药性浅薄，根本压不住他5年沉寂。方圆100里之内，普通猎户只敢在浅山打转，猎些寻常山货，根本入不得深山险地。唯独你娘家侄女张婉晴对接的那位沈猎户，本事远超常人。前番猎得那头深山大熊，品相极佳，绝非普通山兽可比。依我看，整个地界唯有他有本事猎得深山老鹿。那位沈猎户，妾身也听婉晴提过几次，说他猎术了得，寻常山货入不了他的眼，专挑旁人不敢碰的大家伙下手。若说这方圆100里内有人能猎到深山老鹿，怕也只有他了。此次关乎县衙安危，唯有你能托付。老爷放心，妾身得其中轻重，此事我一定安排妥当，绝不会走漏半分风声。静书，这件事我就交给你来安排了。你待会儿给你侄女婉晴传一封信，让她低调行事，悄悄去找那位沈猎户，就说我这边愿意重金相请，请对方进山猎一头年岁已久的深山老野鹿，务必保证鹿茸完好无损，酬劳方面绝不亏待，切记行事隐秘，不可对外声张。来人，你即刻备马，快马加鞭赶往柳鹤镇，亲手将这封信交到婉丽小姐手上，旁人一概不得转交，路上切勿留，以最快速度送达。记住，此事机密，不可与人闲谈半句。遵命。老爷放心吧，信件已经派人快马送去柳可镇了，想必婉晴很快便能收到消息。静候那边的回信便是。门外何人？大清早敲门，所谓何事？我是县令府张夫人身边派来的，专程前来送信，烦请通传一声府里的婉晴小姐。先请进，我去禀报。小姐，县令府派了人专程送信过来，快将人领进来。婉晴小姐安好，我奉府中张夫人之命，昼夜赶路，特意将信件亲手送到您手上。这枚记号代表着事情非同小可，是府中最高优先级的嘱托，寻常琐事绝不会用上。一路辛苦你了，先下去歇脚，用些茶水吧。是。
此事绝非单纯的捕猎交易。寻常人家猎鹿只求肉食，哪里会特意苛求鹿的年岁，还点名要完好鹿茸？想来背后定是有人需要这鹿茸入药。吃过早膳，你随我一同去仙味楼等着。估摸沈姐姐他们今日也会过来送货，咱们就在那儿候着她。是，小姐。采菊，今日劳你多留心些，等会沈大姐带着孩子们过来卖货，你第一时间知会我一声，我有要事找她相商，烦请你把她请到内间来。张小姐放心，我记牢了，只要沈大姐一行人到了，我马上就来通报，亲自去请她进来。大丫，你娘今天也一同过来了吧？劳采菊姐姐挂心，我娘来了。我娘来了，这会儿还在外面驴车旁清点货物呢。那就好。沈姐姐，采菊妹子，沈大姐，张婉晴小姐一早就来店里等着了，特意交代我，若是见了你，就请你一步到里面雅间一趟，说有要紧事要同她商量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你们先在一旁看管货物，我去就回。沈姐姐，你可算来了。今日墨妹把你请进来，确实是有一桩要事，想请你出手相助。是这样的，有人托我出面，想请你进山猎一头老山鹿，鹿的年份越久有越好。价钱方面你尽管放心，绝不会亏待你。沈姐姐，这是20两定银，先交付到你手上。他肯收定银，便意味着愿意接下，此事有了8、9成把握。婉晴，我知道，能让你亲自来传话，又给这么重的定银，这事儿绝不简单。老山鹿我清楚，越是年岁久的老鹿，灵性越足，警觉极高，常年躲在深山最深最险的腹地，不进险山根本寻不到踪迹。搜寻耗时，进山凶险，不是随便进山一趟的就能成的。沈姐姐慧眼，确实是这个道理。正因为难，因为寻常人办不到，我才专程来拜托你。托我办事的那位贵人，急需年份极老的鹿茸入药治病，只认老龄野鹿、壮年鹿、嫩鹿、家养鹿一概无用。事关身体沉疾，拖不得也将就不得。只要沈姐姐能寻到年龄老鹿，保全鹿茸完整，后续尾款我这边加倍酬谢，绝不让你白白辛苦冒险。说到底，就是一桩高价密猎入药救急的私差。行，这桩活我接了。太好了，我提前跟你说清楚。第一，深山老鹿全凭机缘搜寻，我不敢给你打包票几日必成，但我会尽力进山探寻，绝不敷衍了事。第二，我只求老龄深山野鹿，必须鹿茸完整，品相完好。若是寻到的鹿年份不够，品相不佳，我不会随便凑合交差。第三，此事我会低调行事，绝不对外张扬，保层层隐秘，顺着你们的意思来。理应如此，沈姐姐办事稳妥，我100个放心。不管耗时多久，我们都耐心等候，绝不催你，绝不急躁。那便这样定了。近日多往深山奋地走几趟，尽力寻猎脸龄老山鹿。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让人传话给你。好，好，辛苦沈姐姐费心冒险了。沈姐姐路上小心，进山更要保重自身安全，不必太过急迫。此事若是成了，那位贵人必有重谢，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娘，我们可以卖货啦。谈完了，咱们先卖货。采菊，今日货都在这儿，你清点一下吧。好嘞，沈姐姐。呀。今天镇上好多人，仙味楼的姐姐还夸我们打猎厉害呢。今日货出得很顺，一点耽搁都没有。我瞧你今日从镇上回来，心里像是装了事，可是仙味楼那边出了什么特得差事？婶子，今日张婉晴专程在仙味楼等我，托我一桩深山活计。什么活儿？让我进山猎一头年份极老的深山老鹿，越老越好，务必保全鹿茸完整。对方出手阔绰，先给了20两定银，后续还有众筹。老山鹿。春和，这活可不比猎熊打野猪。寻常野鹿浅山随春可见，容易猎取，可活了许多年的老山鹿根本不是凡池兽。那些老鹿常年居深山最深处，警惕性极高，嗅觉能闻数里人气，稍有风吹草动即刻遁走，跑起来快得惊人。最关键，老鹿出没的地方全是无人踏足的深山险地，里面猛兽层出不穷，太凶险了。师傅，这活很难是吗？若是难，我跟您一起进山。张婉晴出手就是20两定银，又再三隐秘行事，不用想也知道，对方要的不是普通野鹿，是入药治病的陈年鹿茸。寻常鹿茸药性纤薄，唯有10几年往上的老鹿茸才能治陈年沉疴救急。这差事难，但是能做。我熟悉深山腹地地貌，知道老鹿的习性，想要寻到，必须深入3层深山以外。那你打算何时进山？要不要多备器具？
今日我先整理进山物件，检查弓箭、猎刀、陷阱绳网、防虫药、干粮水囊。明天一早天微亮就动身进山。春和，你可千万记牢，夏日深山跟浅山完全是两个样子，你一个人进山，每一步都得万分小心。婶子，我心里清楚，我不会莽撞乱闯。清楚也得仔细备东西，别的季节进山图轻便，夏天不行。大丫，你来帮奶奶把药分2份，记得把碎叶挑干净，堵了药包透气孔就没用了。奶奶，我晓得，我会分得干干净净的。奶奶，这个艾草烧起来，是不是山里的蚊子就不敢咬我娘了？对嘞，烧起来驱蚊虫，夜里你娘在山里落脚，烧上一把，安稳不少。夏天潮气大，弓弦容易松，得拉紧一点，不然射箭力道不足。师傅，您进山一定要穿戴整齐，千万不能大意。好，师傅记得，辛苦你了，大牛。春和，夏天千万不要带太多熏肉厚肉，闷在包袱里半天就馊了。玉米面用山泉水一冲就能吃，不用频繁生火，少冒烟，也不容易惊扰山里的老路。还是婶子想的周到，我正想着要尽量少起火，免得惊走路踪。唉，那是自然。那老山路是通灵的物件，最是机敏多疑，一点烟火气，一点人声，就会立马逃窜。你这一趟主打一个静，能不伤火就不伤火，水要省着喝，再渴也不能乱喝，实在不够就找流动的山泉活水煮沸再用。我记下了。奶奶，药分好了，贴身的大包的用牛皮纸，小包的我也用细线缝了边角，这样就不会洒出来，还防潮。我们大丫真是细心，比奶奶想的还周全。我也帮忙啦，绳子都理好啦，整整齐齐的。大牛，明日我独自进山，家里里外外就全都交给你了。你在家要看好2个妹妹，不许她们私自去河边玩耍。白日帮奶奶浇菜、喂鸡鸭、收拾院子，夜里务必锁好院门。师傅您放心，家里我一定看好，妹妹我护着，院子我守着，绝不惹半点事，安安稳稳等您回来。大丫，你是姐姐，要多看着二丫。天热贪凉最容易出事，别带妹妹去阴陵水沟玩水，乖乖在家做针线，帮奶奶干活，踏踏实实待家，就是帮娘最大的忙。娘，我晓得，我一定看好二丫，不乱跑，不贪玩，好好在家等着您。娘，我也听话，我不玩水，不晒太阳，我帮奶奶扇风、捡菜、喂小鸡。家里你尽管10000个放心，有我在，有大牛在，2个丫头绝对安安稳稳的。菜地我按时浇，鸡鸭我按时喂，门我夜夜锁好，啥都不用你操心。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春和夏天进山真的苦，白天热得冒烟，山路又闷又陡，走2步又一身汗，千万别硬扛，累了就歇，别中暑。晚上山里露水重，湿气大，别睡低洼草地，找高一点、通风干燥的石头边落脚。夏天雷雨多，看见天发黑起大风，立刻找山洞躲着，别站大树下躲雨，也别往崖边凑。老路能找着最好，找不着也不强求，咱安稳回家比啥都强，听见没？婶子，我都懂，我一定稳稳妥妥的，绝不逞强。行了，该备的全备齐了，再多装就太重了，山路难走，你一个人背不动。这段日子辛苦大家了，我明天一早准时进山，凡事小心，量力而行。最多5、6天，一定回来。我们等娘回家。行啦，晚上早点睡，养足精神。我夜里给你熬一锅绿豆汤，解解暑气。明天一早我再早早起来给你做早饭，吃饱喝足再进山，有力气做事。奶奶，绿豆汤好了没有呀？喝了是不是就不热啦？快啦快啦，再焖一会儿就绵软糯甜，喝下去解暑最管用。你娘明天要进大热的深山，今晚必须多喝下去。春和今晚早点洗漱躺下，啥也别想，踏实睡一觉，必须养足精神。山里路难走，天又热，精神差一点都不行。我晓得。娘，你好好睡觉，夜里我们不吵闹，安安静静的。我们不吵娘睡觉，我们乖乖的。师傅放心歇息，夜里院门我来守着，有一点动静我都能听见，家里绝对安稳。都睡觉去吧，
浅层山灵，中层密林，3层深谷。老鹿洗净、洗清泉、洗高牙通风处，尤其雨后喜欢出来觅食饮水，得悄悄摸进深林，不惊兽不惹蛇，不闹出动静。醒啦，快来吃2口，刚蒸好的馒头软乎顶饿。大清早的，婶子辛苦你了。辛苦啥？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好。小孩醒了定然不舍，不如让他们安稳睡着。你放心走，家里有我看着。等孩子醒了，我跟他们说过几天就回来，让他们安心在家。路上慢点儿，进山别贪快。出了村落范围，周遭便彻底安静下来。越往山里走，树木越是繁茂，林间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，比外头凉快了不少。老山鹿听觉嗅觉远超寻常野兽，一根枯枝脆响都能让它远远遁走。野兔、山鸡、野猪痕迹随处可见，唯独不见野鹿的蹄印。慢慢找吧，这些都是野鹿最爱活动的区域。谨记宋嬷嬷的话，不敢贪多，这不用生火也能填饱肚子了。身前不远处便是一汪流动山泉，泉水清冽，有水的地方野兽必定会来饮水，老山鹿也不例外。就先在这儿蹲守几日。从清晨等到正午，始终没看到野鹿身影。老山鹿生性多疑，绝不在百兽聚集时现身，多半会等兽群散去，或凌晨才悄悄过来。得闭目养神，保存体力。是鹿的脚步声，还挺警惕。这老山鹿大概率真在这一带栖息，白日还挺热闹，现在整片深山居然如此静谧，得将周身护得严严实实。就算睡着了，我也得保持警惕。比昨日那头野鹿更加沉稳。终于等到了，这个绝对是活了10几年的老鹿，跟普通野鹿天差地别，这正是他要找的货色。这警惕性高得吓人，半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决绝。这鹿经不得，今日经走，往后半个月肯定不会再来。鹿茸部分分毫不能损伤，磕碰刮花，脖颈舒展，肩肉放松，完美时机。风速极缓，几乎不影响剑道。还好鹿茸完好无损，完美，比猎猛兽累多了。猎老山鹿靠的是耐心、细心、定力、精准控力，稍有1分偏差，就是白费2天1夜的蹲守，一点味儿散出去，孤狼、野山猪都会被引过来，得赶快走。山里温度高，不仅人容易中暑，鹿身也怕暴晒，必须赶在正午最热之前走出去。正午的深山不仅热，还极易起狂风暴雨，一旦落雨，山路湿滑难走不说，鹿身被雨水淋透，也容易坏了品相药想。山里天热，可千万别逞强，平平安安回来比啥都强。师傅定力好，本事稳，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奶奶，娘快回来了吧？我想娘了，娘定能抓到老鹿。回来啦！奶奶，姐姐，师兄，我娘回来啦！春和，慢点走，别累着。师傅，我来帮你。没事儿，还稳得住。我的乖乖，这真是活了10几年的老山鹿。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见过品相这么好的鹿窑，你这孩子真太能耐了。娘好厉害，娘最棒啦！都小心些，别靠近鹿头。这鹿茸金贵至极，最怕磕碰，最怕灰尘，最怕热气，谁都别伸手碰。一脚扫到，树枝刮到，都是不可逆的损伤。二丫听话，往后退半步，站在风口外头看，别乱动，吹起来的浮灰落上去也麻烦。师傅，天太热，不能拖。先去井边打桶求水，好，越凉越好。婶子，麻烦您把家里存的高度烧酒、干净细棉布拿过来，棉布要挑没有杂色、没沾过油污的。我晓得，处理金贵东西，干净第一。你们2个就在院边守着，看着鸡鸭，别往这边跑。看着风吹过来的碎草枯叶，随时轻轻扫开，别落在鹿身上。我们一定看好。你这一副又老又沉又厚又润，一看就是好东西，也难怪镇上贵人愿意出重金求购。越是盛夏鲜荣，药性越足，只是夏天太热，难存难运，稍有不慎就废了。大牛，你看着，以后遇上取茸，切记顺着骨缝走刀。老鹿骨缝紧实，但是有纹路，找准纹路，浅刀轻剔，层层剥离，这才是上品取茸的法子。太好了，半点瑕疵都没有，这才是真正的上品真炉。鹿茸存好了，
阴凉通风放着，2日之内绝对不会变质。剩下的鹿参抓紧处理，天太热，一刻放不住。你用凉清水反复冲洗干净。好的，师傅。新鲜鹿肉，咱们今晚留一部分炖汤做菜，补补身子。剩下的切条、腌制，做成鹿肉干。夏日鲜肉存不住，肉干的耐放，能吃大半年。这个法子最稳妥，夏天啥肉都放不住，做成肉干刚刚好，不浪费一点东西。娘，这副鹿茸是不是能换很多酬劳？这副老茸年份足，品相顶尖，是贵人专门求的东西，能换一笔不小的酬劳，够咱们家安安稳稳过日子，还能攒上不少积蓄。太好了，娘太厉害啦！你这一趟真是不容易，大热天孤身闯深山，熬了2天1夜，换旁人根本扛不下来。辛苦是值得的，差事圆满，品相完好，没辜负人家的土妇，也没辜负自己熬的这些日子。今日好好在家休整一晚，缓过疲惫，明日养足精神。后天一早，我亲自带鹿茸去镇上仙位楼，找张婉晴秘密交割，结清尾款。师傅，洗干净了，切成条。春和，腌料都配好了，全是干爽无生水的，绝不耽误晾肉干。方才我特意把盆用沸水烫过，又在太阳底下晾干，一点水都没有，腌出来的肉放多久不会坏。每一条肉都要把调料揉透，肉条缝隙、内卤肌里都得抹上盐和酒，不然晾到一半内里发臭，整条都得扔掉。腌上2个时辰入味儿，等日头偏西，暑气淡了，再拿出来摊在竹匾上风干。正午太阳太烈，直接暴晒会把肉的表面烤硬，内里闷出腥气，晾不透。没错，正午只腌不晒，等傍晚微风凉爽，再挪出去慢慢阴干。夜里收进屋里防露水，连续晾上3、4日，就能存着慢慢吃。今晚炖一锅鲜鹿肉汤，再炒一盘鹿肉丝，给你好好补补。这2天在山里啃干肉，喝凉水，身子早就亏空了。娘，奶奶煮的放凉了，喝着解暑。娘，后天去镇上，来带我们一起去吗？那地方人多眼杂，这鹿茸又是贵重隐私，还是不去为好。那好吧，我在家好好守院子。师傅，您放心去镇上。有你守家，我确实放心。镇上交货不知要多久，若是顺利，我当日便能回来；若是要核对银两，细赊鹿茸品相，或许要留宿一晚。不论早晚，我都会让人捎信回来报平安。沈姐姐，你可算是来了！我日日都在家惦记这事，生怕出什么岔子。放心，东西顺利取回来了，一路没出半点意外。太好了，快随我进院里说话。盛夏深山可不是普通人能熬得住的，沈姐姐此番真是辛苦万分。我的天，就算我从来不懂药材好坏，光凭眼睛看也晓得这是1等1的至宝。外头那些普通鹿茸跟它放在一处，简直不值一提。沈姐姐，你实在太厉害了！当初我姑姑私下托付我办这件事时，神色格外郑重，还特意用了家族隐秘标记记录在册。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没个底，如今亲眼见到这鹿阳，我总算彻底踏实了。你去前堂请我父亲过来。绝世珍品，实打是10几年深山老山茸，这般成色，这般完整无缺的品相，老夫1年到头都难遇上一副。这般成色，这般完整无缺的品相，老夫1年到头都难遇上一副。沈姑娘，你独身一人深入3层深山，潜伏2日2夜，既能顺利猎到老山鹿，还能把茸品保管得完璧无洒。这份狩猎本事，隐忍定力，寻常男子都远远不及。沈姐姐，当初商议好这副鹿茸总价200两白银，先前预付20两定银，今日货已交割，剩余180两尾款全数结清。这是恒通钱庄银票，府城各县分号皆能足额兑换。姐姐收好，货品品相无瑕疵，银两2清。今日交割就此了结。多亏沈姐姐倾力速助，才帮我解决一桩天大难事。若无别事，我便动身回村了。
好，姐姐路上慢行，一路平安。爹，您方才仔细查验过，这副鹿茸当真稀有难得。何止稀有，放眼整个县城，一年都寻不出第二副同等品相的老山茸，花钱都未必能买到。姑姑动用家族隐秘标记存档，态度郑重到极致，足以说明此事背后牵扯极大，定是县令府中有要紧人物急需此物，或要做极重要的人情往来。姑姑不愿细说，是怕我们知晓太多招惹祸端，但我们万万不能轻淡对待。你说的句句在理，寻常3、5年的嫩茸便足够滋补，何须花费重金求取10几年深山老山茸？这件事定和县令府脱不了干系。爹，此物贵重至极，又极为隐秘，万万不能交给下人代送。下人身份低微，不懂官场礼数，易怠慢失礼，嘴碎眼界浅，路上若向外人透露消息，极易引来祸事，不如由您亲自带队，备好配套礼盒礼品，亲自登门送入县令府邸。您亲自前往，礼数周章体面，既能稳妥完成交割，也能让府中看清张家诚意，不辜负姑姑苦心。此事的确必须由我亲自跑一趟，事关家族人脉脸面，半分敷衍都不能有。你即刻寻店里最好的锦盒转店，防潮锦缎，把这副鹿茸细致封装，打理庄重。是父亲。我回房更衣，备好办理，片刻后便动身前往县令府，稳稳把这桩密事办妥。哎呦，沈大姐，稀客稀客，今日来卖货。掌柜的，今日不卖货，来买几样药材。嘿，可真是稀奇，往常都是你给我送货，今日倒头一回从我这儿买药材。呵呵，沈大姐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。八角、山蜜、桂皮、香叶、小茴香、孜然，每样称一点，够家用就成。沈大姐，这些都是香性温药，寻常极少单独抓来入药。你买这么一堆是做什么用的？不干别的，买来做饭调味。日日吃清汤寡水，嘴里早吃淡了，打算回去自己熬卤水，做卤菜吃。原来如此，还是沈大姐心思巧会过日子。咱们这边乡里人哪懂这些门道？烧菜顶多撒把盐，抹点酱，谁会用香药卤东西吃？对了，沈大姐，我这大半个月没见你送货过来，心里还惦记着呢。前几日家里忙着大修老屋，修整院子，琐事堆得满满当当，抽不开身进山，晒好的菌子、草药、干笋都堆着，还没来得及整理送来。那我可就等着，我最信你家的货，我最信你家的货，尤其你家大丫、二丫2个小丫头，年纪小小，手脚细致，打理得干干净净，比常年干活的妇人都利索。掌柜的过奖了，小孩子闲着也是闲着，练练手脚罢了。过2天整理好，立马给您送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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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等着给沈大姐打包，每样单独分包，别串味儿。哎呀，沈大姐姐，你可算来了！今日想买点啥？张叔，我来割2斤五花肉，2副猪蹄，1副肥肠，2斤排骨，再多拿几根大筒骨。沈大姐姐，今日这是要大开荤戒啊！沈大姐姐，你常来照顾生意，今日买这么多，这2根大骨头我送你，不用加钱，拿回去炖汤卤着吃都香。那多谢老板了。客气啥，下次常来。是小灰灰的声音，娘回来了。
娘回来啦！我娘回来啦！娘，你今天买了好多东西啊，堆得满满一车，太好看啦！娘，您辛苦啦。师傅，您回来了。春和，你咋买这么多猪头、猪蹄、肥肠，还有大骨头？你一下子买这么多，看着油腻乎乎的，平日里也没人爱吃，你买来做什么呀？婶子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这些东西看着不起眼，做好了比纯猪肉还香。哦，这些还能比猪肉好吃？我可从没听说过。当然能，我今天买了好些香料，就是专门拿来做新吃食的。这个吃食叫卤味。卤味？春和，这卤味是啥做法？婶子，这是别的法子做出来的美味，不用清水煮，不用大火炒，把这些猪蹄、猪头、骨头、肥肠，配上我买的八角、山奈、桂皮、孜然这些香料，再加上老酱油，慢火慢慢焖，慢慢卤，卤够时辰之后，肉质又糯又入味儿，酱香浸透每一丝肉里，不腥不腻，越嚼越香。夏天吃凉兮兮的不腻，冬天吃热乎乎的暖胃，怎么吃都好吃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可太新鲜了！我活大半辈子，从没听过什么卤味。既然是你琢磨的新吃法，那肯定错不了。咱们中午先吃饭，然后歇一歇，下午我慢慢琢磨，咱们几个一起动手，慢慢试着做，保准今晚都让你尝到。好，女儿等着尝新味道。我也要吃，我要吃香香的卤味。也不知道卤味能不能让大家满意。今天第一次做卤味，步骤繁琐，咱们分工搭把手，做起来又快又干净。我能帮忙干活不？我也想帮你做香香的新东西。娘，我也可以干活，我不怕累。你们两个负责拆分装好的荷叶，把猪蹄排骨仔细冲一遍清水，仔细一点。好，我们记住啦。春和，最脏最费功夫的活交给我，我做了一辈子饭菜，最会收拾这些，保准处理得干干净净。春和，这猪头油腻，肥肠腥重，能把这些东西做成好吃的。这些食材全靠香料提味，卤水焖煮去腥。我买的一些大料，配上慢熬卤水，香味全渗进肉里，吃起来又香又入味儿。我还从没吃过这种做法的吃食，今天算是开眼界了。娘，锅里冒好多泡泡呀。这是食材里的血水杂质，煮出来倒掉，肉才干净不腥。这香味也太好闻了，温润不冲鼻，比咱们平时做菜的香料香多了。接下来文火慢焖，火不能急，越慢越入味儿。好香好香！在这清贫朴素的古代人间，这一锅热气腾腾、香气四溢的卤味，已然是最难得的人间烟火美味。